掉到桌上的肉可以不吃，但你要给你老公吃。大家有听过这种传说吗？我怎么是第一次听到。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大家早安，我是一楼一楼。上一支影片我们带大家走访了中立火车站前站一带，非常感动，大家勇于跟我们分享属于你们自己的中立回忆。看来中立真的是一个承载了好几代人回忆的好地方啊！没错，所以今天这集呢，要带你走走中立的后站，还有其他街区，让你瞧瞧我还在哪些地方走跳过。没有问题。Go！我们现在是在中立原化路上的远东搜狗中立馆。其实中立的搜狗呢，它也历经了几代的变化。最早的远东百货，它是在新生路上，它关闭之后还先后变成了弘扬百货、美华泰和宝雅。那远东百货它就搬到了中央西路，由太平洋搜狗接手经营，成为所谓的搜狗2馆。它之后也因为经营不善关闭，也就是我们上一集带大家去看到的那间。如今在中立还有营业的就是我们身后这间原化路上的搜狗。那我们中立人呢，对这3间百货公司自有它一套称法，分别是老远东、旧远东、原化路搜狗。正如老婆所说，就像中立火车站一样，中立的搜狗百货也有几代的变化。现在这间原化路上的远东搜狗中立馆是由太平洋搜狗百货投资开设。当年搜狗中校馆在台北开幕后，多年稳坐百货业的龙头，为了拓展北部以外的市场，选定正在重划的中立6合纺织旧厂区，由当时的海华建设负责造镇计划，与远东集团一拍即合，共同打造这座商业大楼。并在1998年正式开幕。2004年，搜狗接手了中央西路的旧远东百货后，这间原化路搜狗一度改名为原化馆，直到2011年中央馆收摊，才重新改回远东搜狗中立馆。早期随着日本百货文化传入，台湾也引进了电梯小姐制度。不过，随着电梯技术进步，服务形式改变，加上人力成本考量，这个职业如今几乎已绝迹。目前全台也只剩下台北搜狗中校馆与台中广三搜狗仍保留专职电梯小姐作为品牌形象的一部分。顺带一提，在查资料时意外发现，我们的志玲姐姐居然出现在中立搜狗开幕时的首本 DM 里，还穿着当年电梯小姐的制服哦。旁边的星星男据说是日本部长。我记得这边侧门是有接驳车可以到中立火车站哦，但好像因为机场捷运接通，所以它的接驳车就功成身退了。虽然电梯小姐和接驳车都没有了，但老婆说搜狗外墙上的时钟每到整点都还会播放音乐，非常让人怀念。小时候还会特别期待整点时刻。最后若大家仔细看，还会发现搜狗中立馆从大楼外观设计、入口大厅，甚至墙上的大时钟，都和台北的搜狗中校馆有点像。据说以前有一些电视剧如果无法在搜狗中校馆拍摄，也会选择来中立馆这边拍摄哦。走啦，看电影啦！那就来搜狗对面这间威尼斯影城，它是中立市区这边唯一的首轮电影院。对中立人来说，有放假的话，看电影的首选就是这边。然后我以前学生大考时期结束之后，也都会跟同学来这边看电影，放松一下。威尼斯影城由2栋仿欧式建筑组成，中间以类似威尼斯水都的情人空桥相连。1楼是售票大厅，影厅分布在3楼和 B1。3楼以意大利水都为主题 ，B1 则是2021年全新打造的水影威尼斯，主打沉浸式观影体验，由水瀑光影与视觉光带营造出奇幻氛围，是全台唯一以影像体验为核心的影院空间，也拿下了 IF设计奖、德国红点传达设计奖多项国际设计奖项。不瞒您说，我曾经是电影欣赏社的哦，但其实就很废啦，来看个电影，写个心得，交作业，结束。你好，我要大的爆米花巧克力的。
来超大桶的爆米花。耶我觉得威尼斯影城这边另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它的爆米花居然有巧克力口味的哦。在台北我记得没有看过巧克力口味的爆米花，没错，而且我是不太吃爆米花的人，但这个苦甜巧克力爆米花完全可以一口接一口。交给我。没错，但爆米花好吃归好吃，你不觉得它店名叫爱的爆爆跟哈兹卡西吗？不要害羞啦，没事啦。据说，由于威尼斯影城的爆米花深受欢迎，还特别在1楼售票区旁设点贩售，就算不看电影也可以直接来买。看来是被电影院耽误的爆米花店啊！顺带一提，威尼斯影城和远东SOGO所在的这一带是中立著名的六合商圈，大致上从九合一街延伸到慈惠街区，过去是六合纺织厂的旧址，后来由海华建设与六合纺织合作进行自办市地重划，推出海华新都心造镇计划，高楼林立，商业繁荣，也因临近中立车站，加上百货公司与影城带来的人潮。这一带巷弄聚集了不少特色餐厅、咖啡以及服饰店，可说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中立最繁华的一区。老婆和朋友们的聚会也几乎都约在这附近。我们现在来到的这边是位于中立最古老的庙宇仁海宫。那它因为位于中立老街区的新街，所以我们中立人呢也叫它新街庙。小时候我们家就是每到过年啊或重大节日都会来这边拜拜。仁海宫是中立历史最悠久的庙宇，创建于1826年，至今已有近200年历史。当时境内居民有感于中立街景繁荣，人口逐渐增多，为使居民有一个慰藉心灵的精神寄托，于是商讨建庙。最初主事观音佛祖，后因商旅往来频繁，1828年从北港朝天宫分灵妈祖与观音佛祖合祀。1834年正式将妈祖升格为正殿主神，祈求保佑商旅平安，因此也被称为中立妈。初期庙宇建筑简陋，所以居民集资重建，完工后正式定名为仁海宫，并悬挂海国长春匾额。迄今历经多次整建，现为宏伟的3殿式建筑。仁海宫的外观气势宏伟，屋顶飞檐翘角，屋脊装饰剪黏艺术，内部雕梁画栋，匾额对联，石柱木雕，融合了台湾传统工艺与宗教美学，至今仍香火鼎盛，可说是中立在地人的信仰重镇。每到过年，我们家除了来这边拜拜，也会求新的护身符。那我今天把小时候的护身符带来了，还保存到现在。今天就让它重新过个香炉，净化一下。嘿，我看这个护身符啊，跟以前长的形式是一样的，只是现在变成时髦的雾面哦。然后这种硬质的啊，现在好像没有了，所以我这个很珍贵，是绝版品哦，不能丢掉。仁海宫的1楼正殿主祀天上圣母妈祖，堂祀三官大帝与祝生娘娘，后殿为大礼堂，用于各式集会活动。2楼供奉关圣帝君、神农大帝、文昌帝君，后殿为元成殿。3楼则是观音殿，侍奉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香火不好，好多香火。对啊，今天想说顺便帮家人求的，还有一楼老公的。此外，为了庆祝建庙200周年，特别举办佛教庆典庙会市集限定夜市，选址于泰丰轮胎旧厂区，占地约2万坪，汇集超过400个美食摊位，并设有19项游乐设施，规模相当的惊人。活动于8月2日开幕，一路持续到今年年底，于每周5、6日下午5点开始营业。有来中立的朋友，不妨安排时间到仁海宫限定的夜市瞧瞧哦。点餐，看会不会看？嘿，来，我一定是上面把这边吃呀。对，这边吃。钱都还没给你哈，快点跟我办一下哈。好，谢谢。这间新街龙汤圆呢，是我们中立人拜完仁海宫一定会来吃的一个set的行程。好，那就让我跟着中立人的脚步来尝尝看这个 set 究竟如何。
它最有名就是它的大汤圆，有咸汤圆跟甜汤圆。然后汤圆真的好大一颗哦，1碗5颗，每颗都这样白白胖胖。这间也是老店，好像也有60多年了。60多年了，哇塞！如何？是不是颠覆你对那个咸汤圆的印象？我以前不太喜欢吃咸汤圆，那这个彻底颠覆我对咸汤圆的印象，真的是好吃。没错，因为有汤圆我也喜欢吃甜的，在这间咸的不错。它里面那个肉味道也超好吃的。甜的汤圆也是很大一颗，我跟你客气耶。但今天吃完这10颗汤圆，我们应该会很饱。如何？好吃啊！跟桂冠的感觉类似吗？皮还是不太一样，我觉得它的皮比较 Q 比较厚。而且刚拜完就来吃汤圆，圆满。哇，不错，还有10颗，象征着10全10美哦。哇！它这边的辣椒竟然有一种叫很辣，好惊人，都是有多辣？究竟怎么样呢？让我马上来为大家试一试。它算有辣，但对我来讲算 OK，我觉得还可以。但是这个对一般大众来讲，可以算是很辣，大辣，但还不到很辣。哦，我试试看再一点点就好。好辣！对我来说好辣。我们又来到中立火车站啦，只是这一次来到的是后站，它是位于原本的后站旁边，只是这边因为在建设改建，所以原本的后站都已经封闭了。目前这里也是临时站哦。那本来中立火车站它有2条人行道，一条是在站内，另一条是在车站旁。那也因为建设现在都封闭了，所以现在就建立了一座跨站天桥，连接前后站和月台。好，我喜欢这个镜头，我比你高。因应铁路地下化工程，为了让火车在施工期间仍能正常运行，中立后火车站采用先建后拆的方式，在原本后站旁边先盖好临时站后，供旅客搭乘，并新设一座跨站天桥连接前站与月台。同时，原本的人行地下道也因工程拆除封闭，未来会进行机场捷运中立延伸段主体工程以及台铁轨道与月台改建工程。目标是与桃园铁路地下化的施工无缝接轨。这间杰比漫画屋，它本来是在中立后火车站对面，全家的旁边，现在是搬来到中北路2段67号全联的附近。小时候呢，我跟我姐姐都会省下中餐钱来这边买漫画，一开始还会偷偷藏在像是床底啊、抽屉里，后来越买越多，干脆不藏了，直接拿出来，然后我妈也就默默的接受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杰比漫画屋主要贩售日文和中文版漫画小说，还有一些动漫周边。老婆说这边的漫画分类齐全，更新也快，是许多中立人漫画迷的首选宝藏之地。不过由于现在手机平板发达，加上线上漫画平台盛行，漫画屋一间一间消失，像杰比这样的实体漫画店真的越来越少了，也让人有点惋惜啊。虽然说介绍诊所好像有点奇怪，但这间鼎盛诊所，我们小时候家里生病都会来这边找庄院长解决我们的疑难杂症。这间合作金库，我记得小时候是在斜对面的土地公庙旁边，然后后来才搬来这边。而且合作金库呢，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开户的银行。然后现在对面那条啊，中原便当跟木匠之家这边，我记得以前是叫阿波罗影视，就是那种租录影带啊 DVD。现在应该这2个东西都没了吧？应该都没有了吧？对啊，实在是很不想承认有经历录影带的那个时代。
间土地公庙也是好久了。小时候我们家有重大节日会去仁海宫，平常就会来这间土地公庙拜。事隔多年回来这边，我发现这边整个都维护得很好。然后我现在才发现，小时候看的这尊土地公，他是笑容满面、和蔼可亲，所以我都一直以为土地公都是这样。然后后来才发现，其实很多的神像土地公都是比较威严庄严的样子。嘿嘿，带你来一个神秘的地方。哪尼？你要带我来这 QK 吗？这个伯爵宾馆其实对我有着特殊的回忆哦。谁？你给我讲清楚哦，什么东西？什么？啊？没有啦，其实这个事情对应该很多的桃园中立人都有印象。就是大概在2004年的时候，那时候艾丽风灾的时候造成非常严重的淹水，就是整个中北路2段啊，到火车站或者说到中原大学沿路都很多地方淹水。然后那时候我的堂哥还会背着我去看淹水，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超级屁。那淹水过后，然后就石门水库的浊度就会变很高，造成无法供水，所以那时候整个桃园中立地区大概好像停水有到快20天，这么久？对，超级多天，就是桃园大停水事件。所以呢，在伯爵宾馆这一侧啊，那时候就有提供一个取水阀，供附近的住户取水。但我有点不太记得那个取水阀是谁提供的。那如果有知道的中立朋友们，欢迎底下留言。富士山。你会觉得它的菠萝面包肚子特别的圆润吗？看起来好蓬哦。对啊，切吃。我老婆嘞？又买太多啦！来到中立的在地名店家乐面包，这个可是被誉为桃园版的红叶蛋糕哦。哎呦，这么厉害！但不过小时候我都是有点不知道，只觉得说，是常来买面包的店。长大之后才知道它的招牌波士顿派，这真的超好吃，真的非常好吃。以前我老婆第一次带我来买的时候，我还只买一块小小的三角形，回家一吃惊为天人，当场后悔，应该要买一整颗才对啊。没错，所以现在我们来买都一定是买一整盒啦。没有错，人生吃过最好吃的波士顿派。大润发变大全联了，好喜气的招牌哦。在大全联对面中北路上的这个中北黄昏市场，营业时间是每天下午2点到7点，因其主要营业时间在黄昏时段，所以也称为黄昏市场。这里最具特色的就是熟食摊贩特别多，价格又亲民，因此吸引不少在地居民前来采买。这间永裕行是中立在地40几年的寝具老店。小时候我妈妈都在这边买棉被跟床包，品质非常好，到现在都不会起毛球哦。Net 这栋商场以前是新天地游泳池，那新天地游泳池它是一间大型的室内游泳池会馆。那里面就是除了有一般的室内游泳池，也有水上游乐设施，还有 SPA 温泉会馆，是很多中立人夏天消暑的好去处。那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在2021年结束营业，成为很多中立人最感叹的回忆之一呀。想必很多中立人也是喝新天地游泳池的水长大的吧。这座中原路桥啊，对我们中立人来说也是历史悠久哦。怎么说呢？它的桥面上是行驶汽车，桥下有机车专用道，桥的两旁还设有人行天桥，所以整座桥就是错综复杂。小时候我都觉得它像是迷宫一样的存在，永远不知道哪一条路要通到哪里。上下都可以通行哦，那不就跟莱芜大桥的感觉很像吗？哦，一桥两用。中原路桥启用于1983年，是连接中立火车站前站与后站的重要联络道，也是当地交通繁忙的枢纽之一。老婆会觉得这里很难搞，其实不意外。上有汽车，下有机车，旁有行人。桥上还有3岔路，分别通往中山东路一段和埔义路，但桥下的机车专用道却只通往中山东路一段，并且据说这里每天早晚尖峰时间都会塞车，再加上路幅不宽，机车、汽车交织成一团，尤其是中山东路和中北路口，也被认为是中立的危险路段之一，甚至还有人开车误闯机车地下道，卡在里面出不来的窘境。对不
熟路况的人来说，真的容易迷路。虽然未来预计配合桃园铁路地下化会拆除这座桥，但可能或许 maybe 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咯。走上来的感觉觉得如何？这边真的是蛮特别的，感觉乱中有序，路啊天桥都小小的，很像小香港的感觉，在里面感觉不小心就会迷路了，是不是？对啊。比如说我老公他给人家剪头发哈，就那个一级棒是不是？很厉害耶！老板这边很有那种香港理发厅的感觉，就是复古的感觉。81啊，我老公就是比赛啊，对，剪头发比赛，对，哦，好厉害哦，80多岁了，带你来吃的。好，好，两位，吹的那皮。带你来吃我小时候第一次吃的平价牛排，唐老鸭牛排馆。而且你不觉得小时候吃牛排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吗？对，小时候能够吃到牛排是觉得自己好高级哦。没错，而且我记得他以前一块牛排好像才80-90块，现在绝对找不到了，80-90。对，物价跟着年龄上涨了。这倒不是啦，你才18岁而已啊。不错，说得好。我要赶快把蛋翻面了。牛排来，我最重要的是就是蛋要翻面。真的哦。牛排我觉得一定要翻面，但其他的蛋就可以吃生的。哇，所以这一间也是你从小吃到大。应该说是假日的时候，有时候会来吃，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奢华至极啊！我赶快吃吃看，我觉得还是很嫩，然后味道吃起来是那种很爽快的那种重口味感。所以我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牛排上面都会挤超多番茄酱。我也是。对啊，可是长大之后就不会了。真的，我还是会。整个都挤到整盘红彤彤的。而且它的店面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变，跟以前差不多。哦，它的店面蛮大的哦。对，但是2间店打通，好像2间店打通嘛。哇，它的面给的分量很多哎，而且又是那种胖胖面，所以吃起来是会有饱足感的。就是这个味道，有想起小时候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这间店最特别的就是除了牛排店标配的玉米浓汤，它还有提供绿豆汤哦，就是咸的甜的都有，让大家吃饱又吃好。掉到桌上的肉可以不吃，但一定要给你老公吃。大家有听过这种传说吗？我怎么是第一次听到？像山一样高的四果冰，这是在后站蛮有名的冰店，那也是60几年的老店了。这间店招牌的就是它的四果冰，然后它里面有它最厉害的红白 QQ 汤，你大家吃吃看。它的糖水啊，你也可以换成黑糖，冰量啊跟糖都可以做调整，非常客制化。好透心凉哦，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感觉哦。我们是就是它基本的糖水，然后有那种冬瓜甘甜的味道，然后你看它的 QQ 汤也是大的哦，哇，好好吃哦。而且它料也给好多，底下都是满满的绿豆跟红豆哎，看看一挖都是绿豆。我发觉它的黑糖水彻彻底底的吸引了我的味蕾，很够甜哦，其他的就不放在嘴里了。没错，我这个是没有减糖的，非常适合你。哇，这个好 Q 哦，我差点直接小心小心。上集影片忘了跟大家提到，就是我们中立人呢习惯以中立火车站为界限。那中立火车站的西侧就是站前商圈那一带，我们都叫它前站，因为那边比较多的商店，相较比较热闹。那东侧就是后站。那以前我觉得后站相较比较冷清啦，但今天来看多了蛮多异国的商店，颇有异国的风情。位于后站的新兴路，现在又被称为印尼一条街，这里聚集了印尼餐厅、杂货店等。相较于前站以泰国和菲律宾商店为主，后站的新兴路则可说是印尼文化的缩影。此外，老婆说这条街多了好多宾馆。
也被当地人称为宾馆一条街，是新兴路上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特色。在中立火车站出站右转，直走到底就会来到这条中兴地下道，它也是连接前后站另一条很重要的地下道。小时候我们家是住在后站地区，所以这条等于是我天天都会经过。那时候它是双向各一条汽车，一条机车，然后还有一条这个小小的人行道，可以看到非常的窄。所以每次走这条几乎都觉得快跟旁边的机车贴在一起。那现在看到是有改建，它变成是双向各三的混合车道，所以等于机车也可以在下面开哦。看起来这个交通是变得比较顺畅啦，可这人行道还是蛮窄的。那另外呢，这边还有一个日常属于中立人的日常风景，就是这边的地势比较低，一到下雨就会淹水，常常成为淹水圣地。身高182.5的优势啊，就是可以随时触摸到涵洞里面的天崩，讨厌人嚣张。如果说前站买文具在光南，那后站代表就是这些有声奖。这些有声奖除了文具用品，里面还有一些专业的美术材料，所以对于艺术啊或是相关科系的学生，这边就是一个宝库啦。原来如此，但是这边比较吸引我的是，我刚刚发现它竟然这一栋有 B1 到7楼，总共8层，全部通通都是它的。你说大不大？我的天啊！超厉害的，逛好逛满啊，文具控在这边会发疯。没有错。我们身边这栋啊，它是中原大戏院的旧址。它以前是中原商圈这一带很有名的2轮戏院。当年1张票可以看2部电影哦。哦，那这样不就是跟西门町的奥斯卡一样吗？以前我学生的时候也会去奥斯卡，1张票看2部电影。但我忘了是不是已经结束营业了哦，反正就是 CP 值超高啦，所以它2020年结束营业时，大家都觉得很难过、很不爽。2万，真的。然后它还有另一个特色，就是它的电影海报都是老师傅用手工亲手绘制的。对，然后所以这种电影海报就是非常的复古又细腻，非常有特色。所以当时这边也是一个打卡或是拍照的景点。晚上我们来到了中原夜市，它是以中原大学正门周边的实践路、日新路，还有博德美食广场这一带为核心，是许多中原学生还有中立人共同的在地回忆。哎呦，我觉得这个规模出乎我预料，它的人好多哦，里面人多、车多，什么东西都多啊！而且每间店感觉都在排队耶。对，这个倒是真的，好特别哦。难道中原这边特别爱吃夜市美食吗？而且我觉得这边它是除了美食小吃，它还有很多服饰店啊、发廊、文具店，所以集结了各种的店家，也被誉为是桃园最多元的夜市。いただきます。耶，来吃晚餐啦！对，晚餐带你来吃中立这边永的牛肉面店永川牛肉面。永川牛肉面，哎呦，有多厉害呢？对，它其实旁边还有另一间是新民，2间好像说师出同门，但现在就是各有拥护者。那带你来吃永川这间，是因为这间是我堂哥的爱店。既然是堂哥，那就一定好吃的啊！就是
每次只要问他说，你今天晚餐吃什么，或者你晚餐想要吃什么，他就说永川牛肉面。有这么喜欢吗，堂哥？我觉得最主要是他这边24小时营业，你什么时候想要吃都非常方便，然后加汤加面一次不用钱。牛肉面一碗好像也蛮多块，然后每块肉我觉得也算是都蛮大的，蛮有诚意的。哦，这个肉也是很大块哦。哇，不错哎。老板娘要不要考虑加肉也不用钱啊？我应该会天天报到哦。那应该会亏本哦。开动啦！我觉得很够味，就是川味牛肉面那种咸跟辣，是所谓重口味的牛肉面。它的汤头味道真的是重口味，很香甜，但是它的辣度对于我来讲根本就是 a piece of cake。我觉得是有一点小麻，然后是那种会吃的很爽快，但不会说吃不下去。对，跟我们今天中餐吃的那一间很辣，它的辣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间很适合喜欢重口味的人来吃。我就很喜欢。它的口味可以调整，就是如果大家吃的比较清淡，点餐的时候可以先跟店家说。像我喜欢重口味啊，它的面跟它的汤，还有它的肉的味道，从此以后永川你就是我大哥。会不会太夸张啊？我觉得它汤口味这么重，其实要能加汤的人也蛮厉害的。在你身边就有一个啦，没有问题啊。那今天带你去了中立其他地区，觉得如何啊？坦白讲，我觉得蛮好玩的，感觉对老婆小时候成长的环境有在更深一层的认识的，不错。不过就像上一集讲到，中立真的很大，今天还是拍不完龙岗跟内壢。没有关系，那我们就下次再来，先挖坑给自己跳。没错，那这集就到这边差不多。那也欢迎各位中立人或是有来中立玩的朋友，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属于你的中立回忆，或是推荐的中立景点。好啊，或者是大家有希望想要敲碗我们去哪里拍这个，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希望大家也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也请大家多多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出去，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你怎么抱着那一桶很像小屁孩一样啊？怎么觉得抱着这桶好幸福哦？